大家晚安，我是卡皮桑。现在是晚上10点，窗外的车流依旧穿梭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此刻支撑这座城市运作，甚至支撑你手中那只手机生产的，究竟是什么？答案很简单，也很沉重：石油。今天我们不谈股市的涨跌，不谈浮夸的暴富神话，我们要用这段时间深挖这个被称为黑金的物质，看看它是如何从地底被唤醒，又是如何戏剧性地定义了我们的20世纪，并继续勒索着我们的21世纪。石油是如何被发现的？很多人直觉以为石油是恐龙尸体变成的，在学术上这并不完全准确。石油真正的祖先是数亿年前海洋与湖泊中的微小生物，浮游生物与藻类。当这些微小生物死亡后，它们沉降到海底，被泥沙迅速覆盖。在缺氧的环境下，它们逃过了分解者的啃食。随着地壳变动，这些有机质被埋得越来越深。当深度达到地下2000到4000公尺时，温度会升至60度 C 到120度 C 之间。这段区间被地质学家称为生油窗 （oil window）。在这个热力厨房里，有机质转化成了干酪根 （kerogen）， 最终裂解成我们看到的液态原油。石油在地底并不是像湖泊一样聚在一起，而是散布在岩石的孔隙中。要让石油具有开采价值，必须具备3个条件：生油岩、储集岩以及盖层。石油会因为密度较轻而向上迁移，直到被一层像锅盖一样致密的岩层拦住，形成所谓的构造陷阱。人类发现石油的过程早年充满了偶然。古代苏美尔人用沥青修补船只，中国古代则在钻井取盐时意外发现了火井。但真正的现代石油工业一般公认始于1859年美国宾州的德雷克，他用了当时最笨但也最有效的方法——钻探。从那一刻起，人类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。如果说19世纪是煤炭与蒸汽机的世纪，那么20世纪则是石油与内燃机的世纪。石油在20世纪的应用彻底改变了人类文明的物理形态。1908年，亨利·福特的 T 型车下线，这不仅是汽车工业的胜利，更是石油的胜利。汽油作为石油精炼的副产品，甚至早期被当作废物排掉，展现了惊人的能量密度。相比于沈重的蒸汽机或蓄电量极低的早期电池，石油让人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移动能力。城市边缘开始扩张，郊区化生活诞生，这背后的每一里路都是由燃烧的碳链支撑。财经史学家常说，第一次世界大战，盟军是乘着石油的波涛滑向胜利的。这并非虚言。从战舰由煤炭转向重油，到坦克的出现，再到2战中德军因为缺乏燃油困死在史达林格勒，石油正式成为了战略物资的代名词。石油不再只是商品，它是地缘政治的权力符号。20世纪中叶，人类学会了裂解，我们开始从石油中提取乙烯、丙烯，制造出了塑胶、合成纤维、化肥与农药。你的聚酯纤维外衣是石油。支撑全球80亿人口的现代农业，其化肥源头是石油与天然气。药胶囊、医疗器材无一不与石油相关。进入21世纪，我们对石油的态度变得极度矛盾，我们依赖它，却也恐惧它。今天的石油发现不再仅靠直觉，而是依靠3维地震勘探技术和超级电脑。在21世纪初期，页岩气革命彻底改变了能源版图。透过水平钻井与水力压裂技术，那些原本锁在致密岩层中的石油被释放出来，这让美国从能源进口国转变为出口国。尽管特斯拉横行街头，尽管太阳能板铺满荒漠，石油在21世纪的重要性依然难以撼动。
为什么？航空与航运的刚性需求，电动飞机和电动巨轮在短时间内难以成为主流。高能量密度的航空煤油依然是蓝天的唯一解答。化工的不可替代性，我们可以不用石油发电，目前全球石油发电比例已经大幅下降，但我们很难在短期内找到能完全替代石化产品的廉价原材料。今晚我想跟大家探讨的核心是，石油为什么是命门？石油的本质其实是时间与密度。太阳能是当下的能量，而石油是数亿年阳光能量的浓缩包。我们在过去100年里烧掉了地球花费数亿年才积攒下来的存折。石油之所以重要，原因有3。第一，金融属性。石油以美元计价，它是全球流动性的根基。观察石油价格，就是在观察全球通货膨胀的脉搏。第二，效率属性。在所有已知的化石能源中，石油的液态属性最容易运输、储存与处理。第三，地缘属性。石油分布的不均匀，决定了世界的冲突和结盟。在节目的最后，卡比商想说的是，很多人预言石油时代即将结束，但石油正从能源属性转向材料属性。未来我们可能会少烧一点石油，但我们依然会生活在由石油分子构成的世界里。石油的发现是地质学的浪漫，它的应用是工程学的奇迹，而它引发的争端则是人性的显影。理解石油，你才真正理解了现代社会的骨架。今晚的话题就到这里，愿你的世界运行平稳，能源充足。我们明天见，晚安。